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说外电称呢，解放军的战机尝试突破台湾12海里范围。6月24号，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宣布解放军派出了8架次的歼10战机在台海活动，其中有2架接近澎湖海岸线24海里的位置。这样一来呢，台湾当局画设的所有红线一次又一次的被突破。上一个红线是所谓的海峡中线，也就是用台湾海峡航道中心为分界线，解放军不往东，台军不往西。如今呢，这条所谓的中线早就被解放军踩在脚下了。台湾当局也没有胆量做出什么反击的举动。这次解放军怕是飞得更近了。台防务部门作战计划室联合作战计划处的处长林文煌表示，解放军的任何飞机或舰艇若是强行进入台岛的12海里范围之内，台军就要扣班机了。这意味着台湾当局给解放军画的红线又后退到了所谓的12海里，而这个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所谓的12海里领海线是属于国家主权的范围，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大陆或者是岛屿的海岸向外延伸12海里是这个国家的领海。外国的船只、飞机，特别是军用船只或飞机，不经允许是不能够进入和通过的。这一点对于主权国家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当局自己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都不拥有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如果台湾有什么12海里领海线的话，那也应该是受中央政府管辖和控制的。从法理上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按上级的命令进出这个区域，而不需要征求台湾当局的意见。那么，要是解放军真的进了台岛12海里，台军会扣班机吗？在过去将近1年的海空斗争中，解放军已经多次接近了所谓的12海里。2022年8月5号，东部战区一批战舰前出到台湾花莲附近，有媒体根据现场的头像测算，战舰大约在花莲海岸不到12海里的位置。岸上的台湾民众用肉眼就能看见，甚至用手机拍摄到了解放军和台军的军舰对峙的情况。也就是说，就算解放军进到了12海里以里，台湾当局也是不敢开火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台湾军的开火射击解放军的事件，那么和平统一很快就会变成武力统一，台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被彻底的摧毁。对这一点，无论美国还是台湾当局都是很清楚的。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北京期间，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内部的诸多反华分子对此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这会沉重打击台独分子，让中国大陆有更大的信心，迅速地推动统一进程。布林肯走了没几天，解放军就大胆地接近澎湖，这肯定会遭到反华分子的大肆炒作。他们一定要借此向美国以及全球的舆论表示，布林肯对华软弱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除了美国、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对这件事儿感兴趣。在国际舆论看来，中国的统一是迟早的事情。台湾当局不肯接受和平统一，那就只能承受武力统一的后果。如今甚至连布林肯都跑到中国来了，正式的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了，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而且布林肯以及他背后的拜登政府并不是出于正义感和对中国的尊重才这么做的，完全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实力的对比，迫使美国不得不做这样的公开表态。所以今后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战舰、飞机更多的进入台湾近海，不要说12海里以内，就是飞到了台湾岛的陆地上空去了，大家也不用觉得奇怪。好，这句话我们就说到这里。